听说日本航空业现在已经集体抱头痛哭了，为啥呢？因为7月1号，咱们国家的民航法新规就要马上落地了。这篇法案一旦正式生效，翻译过来的核心意思用8个字就能概括：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咱们打一个最通俗的比方啊，就好比说，那过去咱们就像是一个特别好面子、脾气温和的大户人家。那你家呢有个大院子，隔壁邻居为了去镇上买菜方便，天天不打招呼呢，就穿过你家的院子，甚至直接从你家客厅抄近道。咱们呢就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厚道想法，两手一摊，笑呵呵的说：“行吧，行吧，邻居的，你们走就走吧，横竖我也不收你们过路费，大家方便就好。”结果呢，这帮邻居踩着踩习惯了那不光是天天大摇大摆的来甚至连个正眼都不瞧你。有时候呢还在你家院子里吐口痰，出了院子转头就在背地戳你几两股，说你家这不好那不好。突然有一天，大户把围墙给拉起来了，门口按了个指纹锁，还雇了保安往那一站。大户主人冷笑声说：“从今天开始，2026年的7月1日起，规矩改了，谁再想从我家院子里过，对不起甭管你是谁，先老老实实的写张申请表，说清楚你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了什么东西，穿了什么鞋，等我批准了你再进来。而且进来之后，保安让你走左边，你就不能走右边，听懂了吗？听懂了就去排队登记，不听懂就给我滚蛋，绕远路去。”各位，这就是本次民航法修订的终极奥义。它正式终结了那些境外飞机不打报告、不花1分钱、自由自在像逛自己家后花园一样飞越中国领空的历史。以前那种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特例豁免没了，某种所谓的国别特权，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大家一律平等按规矩办事。不服你把飞机翅膀折起来，在地上推着走，看看能不能过去。结果呢，那这个规矩一宣布最先绷不住的、动静闹得最大的就是日本。新规发布的那几天日本航空界简直上演了一场大地震。日本2大航空巨头日本航空和全日空，那场面可以说是鸡飞狗跳因为他们心里面太清楚了，中国这招围墙一拉，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掉2根头发那么简单，这是直接要了他们航空公司的老命那日媒的报纸啦、电视啦、网络上全都是惊悚的大标题那纷纷把中国的这次法律调整定义为对日本航空体系的毁灭性暴击，不可承受之地缘经济海啸。看到这儿你可能想问了，不对呀，这中国改的是自己的法律，管的是自己的天空，这日本在这瞎叫唤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有点太加戏了？各位，这就是热闹背后的门道了。日本这一次真不是碰瓷他们是真的疼了，而且疼到骨髓里去了。那要看懂日本为什么这么害怕，咱们就得算一算2笔账，一笔呢是明晃晃的经济账，另外一笔就是黑漆漆的地缘博弈账。咱们先来聊聊日本往返欧洲的民航航线那是2条空中高速公路随便挑，最舒服的那条就是北边的西伯利亚通道，那个航线直得跟拉直的尺子一样，省油又省时。可是日本呢，前几年为了向美国拿投名状表现的比亲儿子还积极，对俄罗斯那可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疯狂制裁他们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结果呢，北极熊的脾气哪惯着你反手就是一套超级加倍，永久关闭西伯利亚跨境空域。这哪是制裁这简直就是断头台，你敢闯，不好意思，导弹伺候。那这下这日本欧亚航运的黄金北线当场宣布作废了。这北线一断，日本航空彻底傻眼了呀！环顾四周，只剩下最后一条续命通道往西飞，借道中国内陆。这条线就成了他们欧亚干线的唯一稻草，这就叫自己作的死，含着泪也得受着。但是偏偏中国之前呢，看在国际民航大局的面子上，一直对他们是敞开大门，这就让日本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虽然把俄罗斯给得罪光了，但是在中国这儿还能继续当个白嫖党，拿着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运营红利，在国际航空市场上赚的是盆满钵满那肯定有人会好奇他们走咱们头顶过，
到底能省多少钱呀？让你说的跟捡根金条似的。来，咱们用最扎实的数据给日本算算账啊。咱们不整那些高深的航空术语，直接拿他们最常用的波音787大型客机来举例子。一架满载乘客和行李的波音787从东京起飞，目的地是英国。如果走中国这根黄金管道，一路是顺风顺水，要是中国不让他们过，他们能怎么飞啊？他们只能选择另外的备选航线，要么就是从南边绕，经过东南亚，跨越辽阔的印度洋，再苦哈哈的绕过非洲好望角，然后一路向北，沿着大西洋蹭到欧洲。那要么呢，就得往东飞，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的阿拉斯加倒一手，再越过北极圈。这一绕，大家猜猜要多飞多远？整整2800公里。各位，这就意味着飞机的油门要多踩整整3个小时呀！好家伙啊，这3个小时在民航公司眼里，那掉的可不是时间，那都是钱呀！那专家把所有的指标加在一块儿，精细核算下来，单趟航班仅仅是飞一次就要多掏出近60万元人民币的运营成本。各位，你们细品啊，这还只是一趟航班呀！人家日本的头部航空公司一年在欧亚干线上要布局多少个班次？超过1100个班次。这一趟省60万，1100趟就是近7亿人民币啊！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这日本航空产业之所以能在欧亚航线上维持价格优势，开开心心的躺着数钱，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跨在中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在无偿使用我们的空域资源呀。咱们用自己家的雷达帮他们导航，用自己家的空管给他们指挥，自家的防空导弹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结果他们连根毛都没留下来啊，拍拍屁股就把这成千上百亿的隐性经济收益揣进了自己的兜里。这不仅是让他财务上割肉，更是直接把那层虚伪的遮羞布撕粉碎，让全世界看清他们那副丑陋的真面目。日本现在陷入了这种欧亚航运的战略绝境，怪谁呢？能怪中国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初日本嘴里面喊着维护国际秩序，对俄罗斯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战略制裁，结果被北极熊一巴掌扇在脸上，把西伯利亚空域给封死了。这个时候他们知道疼啦，发现自己高度依赖中国啦。这按理说，既然你们唯一的生命线捏在中国手里，你做人低调点，态度恭敬点，这才是正常人的逻辑，对吧？可是日本是怎么做的？这2年他们在国际地缘战略层面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啊，只能用丧心病狂4个字来形容。你们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看，是不是觉得荒谬到了极点啊？你白天拉帮结派，对中国是指手画脚啊，配合他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恨不得把中国的核心利益全部损害一遍。结果到了晚上，你的民航飞机又拍拍屁股，大摇大摆的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借着中国的风，踩着中国的云，高高兴兴的去欧洲送货赚钱，一年从中国头顶上白嫖几个亿，这叫什么？这叫红利我要占尽，对抗我要做绝，这就叫天下一等一的流氓逻辑啊！这种单边获益的不对称互动，持续透支了两国之间仅存的一点点合作基础。中国之前对他们的包容性空域开放政策，那是基于邻里友好的善意，不是我们欠你的既然你现在把事情做绝了，那对不起，我们既往的战略包容自然也就失去了存续的现实条件和逻辑支撑。果不其然，一看到中国动真格的啦，日本那帮媒体和所谓的军事专家又开始倒打一耙，在电视节目里哭天喊地，疯狂炒作什么中国在进行针对性的地缘经济打压，这是对自由飞行权利的践踏。听到这种言论我真是气笑了。咱们今天就把话挑明了，这一次民航法的修订根本就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反制行为，这叫主权国家空域治理权的常态化归位。那说白了，那这些年咱们为了顾全大局，对这些外航一直很客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原本属于咱们的领空管理权给让了出来，就是想让国际民航留点方便。结果呢，这帮人不仅不知道感恩，反而觉得咱们那是好欺负，甚至把咱们这种出于善意的暂时忍让当成他们可以世世代代随便占用的特权，在咱们头顶上横冲直撞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咱们看看国际上都是怎么玩的
哎，你问问美国，哪国的飞机没申请就敢飞他们的识别区？再看俄罗斯，谁敢在他的地盘上白嫖啊？过路费少交1分钱试试，这叫什么？这叫国际惯例。自己家屋顶上的天空那是主权资产，全世界谁不是规规矩矩的办事啊？中国这回修法啊，不过是把以前没有补齐的短板给补上，把我们该拿的主权拿回来。怎么到了日本那儿就变成了针对打压了？说白了，这就叫端水一碗平。有协议的咱们按协议办，没协议的该申请申请，该交钱交钱。所有境外航司一律接受调度。对美国也好，欧洲也罢，大家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怎么到了日本眼里，哎，就成针对你了？归根结底啊，就是他们以前白嫖惯了，把咱们给的优惠当成了天经地义。那现在我们要收回权利了，哎，他们就开始泼妇骂街了，这才是国际圈子里最让人恶心的毒瘤。所以各位啊，这一次空域规制的升级，其实是个重大的风向标。那过去咱们总觉得，就是我退一步啊，给点方便，总能换来邻里和谐。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啊，在某些白眼狼眼里，你给的善意不是美德，而是他们可以无限透支的免费福利。既然你听不懂好话，那咱们就换一种他们能听懂的语言，用冷冰冰、硬邦邦的法律规则划清界限。到了7月1号，那种随心所欲、随处白嫖的时代就彻底翻篇了。这事儿啊，根本就不用上升到地缘对抗的高度，这就是一个大国在处理自己家的家事儿。日本航空业现在闹得这么凶，其实说白了是还没有从特权思维的梦里醒过来。他们还以为是在几十年前，还以为中国是那个让他们随便踩的院子呢。等到7月份新规一上，看这些日本飞机到底是在天上绕道没油，还是得乖乖的低下头，拿着申请表来咱们这儿排队，咱们拭目以待。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